这种事儿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是长年累月从不间断。还经常跟我说，男人要来陪老婆，会被哥们笑话。你想你老公一脸怂样吗？那天他说他跟他朋友去打牌，我就打电话跟他确认一下，看他是不是在骗我。他就对我家庭暴力。这次如果不是因为我闺蜜，我可能还在忍。我闺蜜对我说，她当着朋友面说，我不可能离婚的，我打了他，只要给他钱就行了。我打一次送一次包，他巴不得被我打呢。非常好，形势对我们很有利。你别让他说了，财产一半给他。现在一半恐怕未必人家干。这个您口味这么重，我也不知道。他胡说八道的，没有的事儿。是她那闺蜜勾搭我啊，被我骂了，我不愿意声张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给他。现在不能退，现在退一步就万劫不复。被告方，你们对原告刚才的陈述有什么异议吗？审判长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问原告方。允许。请问侯太太，您认识一个叫李凡的人吗？我认识，他是我的瑜伽教练。他是您的瑜伽教练，那我想请问您，为什么在微信中您称呼他叫做宝贝？比如，宝贝，下午有空吗？我跟很多人发微信都这么叫，这就是一种亲切的称呼，一种习惯。我问他有没有空，是想跟他约时间，瑜伽时间。请问侯太太，您为什么要给您的瑜伽教练租房子呢？我没有。这是您为您的瑜伽教练租房子的租赁合同，这上面有您的签名。那是我给自己租的。他对我经常家庭暴力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，我就出去躲2天。侯太太，您可能忽略了这么一个事情，您给您瑜伽教练所租住的房子是一栋非常高档的公寓，在那栋大楼的大厅和您租住的楼层里面有监控录像。根据监控录像显示，您的瑜伽教练每天都会居住在您给他租住的那间房子里，您1星期至少2次以上去他的房间，并且有的时候是晚上去，早上才出来。我们提取了监控录像，审判长，我们要求当庭播放新的证据。允许。王景秀啊！你个王八犊子！你用我的钱养小白脸儿，你是不是人？还不是因为你天天骂我不会生孩子。我去医院检查过了，我一点毛病都没有。你会生你生啊你！不是，我就说给你等，你生啊！哇塞，石老师啊，你可太牛了你！你得好好教教我，这些事儿我都得跟你好好学学。你说现在这些个女人啊，自己红杏出墙，还栽赃到自己老公身上，这要不是您，我靠，这说到明年都说不明白这事儿。是律师，谢谢啊！应该的，哎，这不是应该的。好看，宝刀赠与英雄哦，你是最棒的，知道你好这口，送给你。好啊，这个我收下。收下。晚上我做东，赏个脸。这个晚上有点事儿，给个面子。私事。哎，是我的私事啊。那行，下次一定赏光哈。啊，这个有什么事找我。哎，你太棒了，你真的，你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再见啊！再见，太棒了，你最帅了啊！太棒了，走。再见啊！再见。法院门口送我把管制刀具了，把车开。对。老婆，我官司打完了，那个明天啊，在上海跟人约了一场球，晚上跟几个朋友坐晚班飞机走。你想去吗？你要想去，你就收拾。你跟哥们玩去吧，我就不添乱了。哎，周末我要去看芭蕾，你回得来吗？肯定回来呀！啊，我亲爱的就这么点高雅的爱好，我保证满足。不许沾花惹草，听见没？嗨，瞧你说的，我如果有沾花惹草，全凭你
发落啊！你要我怎么着，我就怎么着。那我就让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啊，石先生，都办完了，这是置换车的钥匙。啊，不客气。张老师，现在给嫂子送回去呗？对，接她出来吃顿饭，咱们一块儿高兴高兴。小刚啊，等我一下，我给我老婆一个惊喜。这个。那个东西找到没？那么着急。罗丽姐，这次赢得真漂亮。恭喜啊，罗丽姐，赢得漂亮。罗丽姐，罗丽姐，恭喜恭喜！啊，罗丽姐，恭喜恭喜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恭喜！脖子。罗丽姐，这是让我给你做的甜点材料，你过目一下。不要以为拿了职业证就可以当好一名律师，这样的庭审材料拿到法庭上必死无疑。重做。艾米，罗丽姐，吴律呢？啊，在办公室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吴主任，我不知道您有客人。既然报告，我给您放桌上。啊，你等一下，麻烦你帮我交给王总。好的好的。谢谢。我去了美国2个星期，你替律所赢了那么多的官司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要你。美玉姐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燕燕，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马上过去啊。出大事儿了。别哭啦，姐，我真的跟他什么都没干，他就是来帮我修电脑的。可是池海东他就多心了，他现在也不接我的电话，也发短信也不回。姐，你帮我找找他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我给他打电话跟你给他打电话是一个效果呀。我上哪儿给他找着呢？丽丽，你给池海东打个电话吧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认识他是谁啊？他认识我是谁啊？就是因为你俩不认识啊！你打电话他肯定就接了啊。
你就别瞎给人支招了。燕燕，要我说啊，清者自清，咱们又没做错什么。你越那么着急解释啊，越显得咱们心虚似的，反而显得他在理了。你说呢？哎，那有些误会要不解释清楚，好像显得咱默认了呢。那也不能我去解释呀。他俩不是曹乾坤介绍认识的吗？要不给乾坤打个电话，让乾坤走。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别哭了。哎，不行，要回过来，干嘛呀？赤海东这个人最好面子了，如果这件事情让他朋友知道了，他肯定觉得特别没面子。那我怎么办呀？行了，你们俩都别瞎着急了，说不定人家就在外边跟朋友玩呢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呢。不会的，他不会回来了，他肯定不会回来了，他肯定生我气了。你别哭了，你看你这妆都哭花了，你眼睛都黑了，眼圈都哭了，快去擦擦。真的吗？对。那我去补。你叫我来就是来听你这哀怨的表妹，走，我有事儿找你。娘娘有何吩咐啊？我听说啊，吴文辉有老婆，还有2个孩子。听曹乾坤说的吧？啊，你们两公婆还真够八卦的，这种谣言你也能信啊？曹乾坤听谁说的呀？甭管谁说的吧，反正说他那个老婆，人家一直在国外呢，说这几天回来了。呵，还憋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几天我们俩一直在一块儿啊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深入的了解一下文辉呢？我们俩在一块儿那么多年了，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就认识他了。我不了解他，难不成你们比我更了解他？不过我倒是得提醒一下老吴，这该不会是有竞争对手故意在外边抹黑他吧？啊？还真有这种可能哎。哎，没事吧？你几岁了？又调皮是不是啊？谢谢哈，不客气。跟姐姐说谢谢了吗？你怎么不谢谢姐姐啊？这顿我已经查过了，放假在家也没别的事儿，想想就又过来帮你卖命了。我想。好了，威廉，戴姐办公室你也看到了，冰淇淋你也吃了。在纽约的时候，你跟妈妈怎么说的呀？你是不是最想看中国的大熊猫啊？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好不好？好。乖，那跟 Daddy say bye。Daddy 拜拜。姐姐呢？姐姐拜拜。拜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那是你的小孩。对。这么说，你已经结婚好几年了。对不起，你想听我解释一下吗？好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我们已经分居很久了，孩子还小，不想为难他们。婚姻对我来说
只是个形式。丽丽，你知道的，我爱的人是你，也很珍惜你。所以，每一次你所谓的去美国出差，其实是去看他们，对吧？所以，自打我认识你，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跟我结婚。你听我说，现在不是我亲眼看见，你还打算骗我多久？我想过跟你坦白，但一想到失去你，我就害怕。更害怕的人是我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们彼此了解，没想到是你对我了如指掌，我对你一无所知，太可怕了。我求你别离开我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让我活得那么下贱。这么多年，我代理过的离婚官司里，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。真没想到，原来我自己就是一个可耻的第三者，这真是天大的讽刺。丽丽，我恨你。罗律师，我的辞职信晚上会发到你的邮箱的。再见，各位。我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可去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只能独自待在办公室。我还突然发现，我居然没有朋友。我的手机电话本上有成千上百个电话，他们居然全都是我的客户。在他们眼中，我是个事业成功、婚姻美满的男人。像这种男人，晚上应该是不出门的。人们常说，当上帝为你关上一道门，一定会在其他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。我现在喜欢长时间地站在窗前，也许是还在期待命运带给我惊喜，但愿别再是一份惊吓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上帝关上那扇门的时候，他顺手把窗户也给关死了。以前会在内心深处嘲笑那些跟妻子对簿公堂的丈夫，我认为他们是人生的失败者，他们连自己的婚姻都搞不定。现在我成了自己曾经嘲笑过的人，报应。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，但我不允许自己长时间的陷入悲伤。我不要做一个失败者。我告诉自己，罗莉，没有退路，你必须选择重新开始，加油！哎，保洁大姐，这儿的律师在哪儿啊？我就是律师，我叫罗莉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，偷我老公，怀了孩子还让我老公离婚。哎，你看看我老公多老实一个人啊，他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计较，我才不管那个呢。我当时我就骂他了，他一下子就被我镇住了，说姐我错了。我说你别跟我来这套，你明摆着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欢迎喝茶啊！啊，给二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合伙人汤伟玉律师。哎，你们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请坐。哎，我说到哪儿了？没安好心。哦，我就说他没安好心吧。哎呦，
真让我给说中了。你猜怎么说？他跟我说：“姐呀，你要是能给我200万，我就不让你老公离婚。”我就呸！我在乎钱吗？姐有的是钱，但是让我给你这种不要脸的东西，我冤大头啊我！啊，二位情况啊，我们也都了解了。那咱们现在就直奔主题，说说您二位主要诉求。我们俩就是想告他勒索，破坏我们夫妻感情，破坏我们家庭。现在是人家告咱们。闭嘴吧！不都是你惹的吗？您太太的想法，你们二位已经沟通过了吗？我主要就想知道，他一定坚持生下来以后，您是否需要负法律责任是吗？太聪明了，你看一点头。生，只要他敢生，我们就敢养，不就是喜当爹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我跟二位说一下，您二位呢要请我们当代理律师，咱们呀得先签一个代理合同，然后呢先支付一下律师费。哟，我们还不知道这官司能不能打赢，我们为什么要给钱啊？啊？那个，你们二位怎么收费啊？啊，我们一般啊打经济案件和刑事案件比较多。那我们律所呢是最近才开辟民事案这项业务。对于离婚案件，我们代理费啊3000。不贵。贵。贵。汤律师还没有说完呢。由于你们这个案子可以挽回一些既定的经济损失，我们将收取部分的提成。如果打赢这个官司的话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经济损失最多可以减少200万，我们会收取2%。4万加4万3。咱打听那么多家了，还是他们家最便宜。你行了吧你？你忘了上一家多少钱了吗？开口律师费打5折，还终身 VIP 呢。这是开律所呀，还开美容院呀？哟，听出来了吧？人家是要送客呢。走吧。没有，上一家。大姐，您再想想。那个，交个朋友，打7折。我们家的事儿我说了算。慢走，不送。好，那你们想好了，打电话，啊。再见啊！再见。哎呀，都是美女律师，真好。啊，那想好了打电话啊。奇葩！啊，你说说你，咱都快喝西北风了，你又把一潜在客户给气跑，跑就跑了呗。早就跟你说少接民事案，鸡零狗碎的，听着都烦，打起来更无聊。打，你以为你是叶问啊？送钱的走了，讨债的来了。娘娘莫急，有我呢。叔，又来了。谁是你们叔啊？嘴还挺甜的啊！总是在做梦的时候啊，才能见着你们啊。在梦里啊，一和你们反复说那3个字，你们哭的是稀里哗啦的。哪3个字啊？交房租。怎么回事啊？订合同这么长时间了，就是不给钱呀。明天。后天。大后天。行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再给你们2天时间，再信你们最后一次。叔，不是我们不愿意交，您别看这律所写的我的名儿，但最大的股东不是我。谁呀？也不是我，不是我俩。甭管是谁，2天。长得挺好看的，什么人是？叔慢走，叔吉祥。吉祥个屁啊！2天咋办嘞？5折就5折，我去把那对奇葩给追回来。你快点儿！哎，对了，下周找个时间，我老板想请你吃个饭。下周啊？下周不行，下周我都排满了。喝个茶吧。喝什么茶呀？推俩饭局不就得了吗？我得让小刚排一下。哎，你别排了，你赶紧的吧，现在定下来。今天不行，我今天有事儿。
干嘛去？焦艳好不容易答应签这离婚协议了，我得赶紧找她去。你真打算离啊？离定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到呀？我马上出门。你1个小时之内必须到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到。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，你快一点。海东，来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坐呀！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，跟我表姐学的。这是离婚协议，照着咱俩商量好的写的。你看一下，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，你签了字，咱们就可以去办手续了。尝尝，它有毒啊！你不吃我不签啊！喝一点吧。不喝。你不是最爱喝红酒的吗？我戒了。你戒了。让我看看你，都瘦了。山东，你干什么？你签字！我不签字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你不签字，我这辈子也不会跟你一块过。你想甩了我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这不是你一人说了算的，这也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。你想让我签字？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就签字。
说。我要跟你最后一次。这都可笑啊！这都。我去趟厕所，我去趟厕所。起步你就别挑了，这嘴里叼根骨头总比没有肉强吧？我怎么就沦落到这个份儿上了？要我说，你本来是可以当大律师的呀。哎，你不辞职，他能怎么着你啊？我觉得你就应该在吴文辉那儿待着，积累人脉，积累经验，是吧？你要学会站在巨人肩膀上，站巨人肩膀上当一辈子小矮子呀，那叫自欺欺人。喂，小姐，你能来一下吗？你签字没有啊？没有，我没签。我不想离婚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行，你在家等我吧，我这就过来。怎么了？焦艳艳，还没离。哎，要不一会儿你替我去趟我表妹那儿吧？我可不去，你那表妹能把人絮叨死。我没时间，我一会儿得去医院做孕检。啊，好吗？要不然你也来点儿。不了，我减肥。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感情还挺好的，可没过多久，他就特别忙，经常出差，就算不出差的时候也特别晚回来。周末啊、节假日根本就见不到他人，来不来就去云南、海南那些地方去打高尔夫球，根本就不理我。有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发短信他也不回，一点都不关心我，还经常冲我发脾气。燕燕，要照你的描述，你老公这个人，第一人品不怎么样，第二压根就不关心你。这么糟糕的一个婚姻状态，你为什么还执意不肯离呢？离婚？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想过离婚。我大学一毕业我就嫁给他了，那个时候我放弃了我的梦想，放弃了我的舞台，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求婚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说：“燕燕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，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那个女人。我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羡慕你，都嫉妒你。”所以我就信了。我把我最好的年华我给了他，现在他跟我说要离婚，他不要我了。不可能，萝莉姐，我不能接受。燕燕，别难过了，你放心，有我和你表姐在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如果他执意要离婚，我一定会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你争取最多的财产，我们让他净身出户。陈律师，陈律师，您太太的代理律师来了，您喝了酒，现在还能跟他谈吗？
让他来吧。池律师喜欢大白天的自斟自饮啊？最近白天喝。为什么要上班时间喝酒呢？下班时间喝不是更好？下班得开车啊。我听明白了，让我净身出户是吧？咱俩都是律师，当然清楚法律里是没有净身出户这个词的嘛。这是我当事人的意愿，作为他的代理律师，完成他这个诉求也是我的责任和义务。你当律师几年了？研究生毕业3年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您刚才问过了，我姓罗，叫罗丽。罗丽，你是一个职业律师，你没学会怎么好好跟当事人谈话，你就学会漫天要价了。咱们国家哪条法律规定男方跟女方提出离婚，所有财产归女方所有啊？婚姻自由，男女平等，当然没有哪条法律这么强行规定了。但俗话说得好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您的妻子焦艳告诉我说，当年您跟她说您负责赚钱养家，她负责貌美如花。她听了您的话，做了全职太太。您现在要让她卷铺盖走人，咱们就是辞退一个保姆也没有这么辞的嘛。说正事儿，别扯保姆。池律师，您是一个大律师，您接的案子越多，积累的经验越多，找您的客户也就越多。但您太太焦艳就不同了，她是一个全职太太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她唯一的工作就是做您的妻子。她为您和这个家庭做的越多，她自己的圈子就越小。一旦离婚，就相当于下岗。一个下岗的全职太太，再就业的机会还比不上一个保姆呢。保姆跳槽还能涨工资，全职太太要是下岗了，想要再找到另外一个全职太太的岗位，可是难上加难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她嫁不嫁人，我都得负责任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今天来，是因为您想离婚，您太太不愿意离婚。我虽然是代表我的当事人，但我还是充分考虑过您的立场的。您好好想一想，如果不离婚，您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有焦艳艳的一半，您拖的时间越长，赚的钱越多，您要分给她的也就越多。万一咱们国家的婚姻法哪天跟国际一接轨一修改，您说不定还真得给她付赡养费呢。你这么替我想，我得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？您觉得呢？你嫁给我吧。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你嫁给我，跟我结婚，再跟我离婚，你就有钱了。然后你再找一个比我更有钱的，你再嫁给他，再跟他离婚，你就发财了。如果女人都这么发财的话，你还当律师干嘛呢？你一个当职业律师的，你不知道这叫不当获利吗？我不知道您怎么定义不当获利。在我看来，婚姻里最大的获利就是真情，这一点相信你已经从您的婚姻中得到了。现在你想全身而退，您妻子只是想得到她应得的这一部分，这过分吗？毕竟她还没有想得到您以后赚的钱呢，这也不是没有国际先例的。有什么国际先例啊？1995年，卢卡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已经离婚7年了。只因为离婚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提出，日后卢卡斯获奖，奖金必须分给他一半。7年后，奖金一半归了他的前妻。跟卢卡斯的前妻比起来，焦艳艳这点要求，我觉得算是通情达理的了。您说呢？你毕业几年？3年。叫什么？罗丽。罗丽，你是一个职业律师，你拿一个1995年美国人的婚姻套我2013年中国人的婚姻，你职业吗你？啊？我告诉你一个我最后的决定，我放弃协议离婚，咱们法庭上见，好不好？今天真是大开眼界，真没想到在 CBD 办公的一位大律师是这样的专业素质水平啊！我在 CBD 办公招你惹你了？我是按时间收费的啊！等我到法庭上，我就教你怎么打官司。陈老师，奉陪到底。你没结婚吧？
我很荣幸，没有嫁给你这种人。离婚很不幸，这个不幸中的万幸，你只是我前妻的离婚律师，不是我前妻。您应该说，您本来没那么不幸，离婚只是结束一段您不喜欢的婚姻，这不算不幸。您真正的不幸是您妻子聘请了我做她的代理律师，这将是您最大的不幸。